回来，我是喵呜。我们今天一起来看InZoe在6月13号更新后开放的模组下载方式，还有现在已经有哪些美美的家具、衣服和实用模组了。在影片开始之前，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要忘记你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吧。在4月初的时候，我有分享过一支模组安装方式的影片，那时InZoe还没有正式开放安装模组的功能，所以那时候下载的模组并不是安装在游戏中预定的 MOS 资料夹里，而现在游戏已经开放模组的安装，所安装的路径也不相同，所以当初那支影片的安装方式已经不适用喽，请大家以这支影片的安装方式为主。如果你曾经使用过之前的模组安装方式，请记得将那些档案与模组都删除干净，否则可能会造成游戏无法正常开启哦。目前InZoe官方只有与 CurseForge 网站合作，并且采取在游戏中直接安装模组的方式。CurseForge 是一个以游戏模组、套件和扩充功能为核心的平台，提供游戏中玩家与创作者可以下载、分享与管理内容的服务，像是麦块、星露谷、模拟市民等等，所有许多热门的游戏的模组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也因为是大型受信任的平台，一般而言比来路不明的第三方站台可靠许多。首先我们一样要来使用模组之前，先进来选项这边，在这个模组的分类选单里面，将这个启用模组给打开。如果没有打开的话，游戏是不会自动抓取你安装的模组哦。这边我们按应用之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里，然后来到这个模组的分类里面。那这边的页面跟 CF 网站的首页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这边直接往下滑，这边有许多的分类。这里的话就是有热门的选项啊，或者是一些推荐的类别、新上传的类别，这些都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那如果我们有比较特定要找的，一样来到这个第二个选项这里，那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去找一些我们自己想要找的一些特定分类的模组或者是 CC。第三个页面就是我们所有安装的模组，所有你抓取的模组都会呈现在这里。第4页就是我们自己做的模组，上传之后它会呈现在这个页面里面。我们现在来安装几个模组试试看好了。这里应该是建构类的，因为它现在比较简单，只有3个分类。第一个是像家具类的，在第一个分类，再来这个是游玩性质的，再来第3个这个分类是我们在创建人物的画面里面，比如说衣服啊、配件那些东西，它就是出现在这个分类里。那我们现在先来装个第一个分类好了。那第一个分类这里有，我看一下，它还蛮多的了，它是以房间类别来做区分，像这个是厨房，这个是客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数是家居类是最多的，它有7页，所以现在目前家居类是最多人制作的。我想要我们下载一组套件类的好了，我看一下哦，这一组好像不错。我们点进来选项里面，这边会有更详细的说明。它这些页面其实是跟你在 CF 网站上面看到的页面其实是一模一样，它差不多也是这样子，说明都是一样的。只是说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使用翻译软体来翻译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明内容。但如果我们是在网站上面看，我们就可以直接翻译网站的页面，那就可以很直接的去看到它的说明是什么。那我们就安装这个，等一下到游戏里面实质看一下它的物品品质怎么样吧，会不会很细致或者是很粗糙。那如果我们要下载，直接是按右上这个钮，它就会直接 download 下来安装了。好，我们现在安装完之后，它就是会出现在这里了。这个页面我觉得很方便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直接从这边关闭或开启，它的预设就是开启的，所以我们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设定，你直接到游戏的建构模式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一些我们刚刚下载的家具类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暂时不想用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关闭，它就会跳到这里了。这里就是关闭的一个分类，所以你所有关闭的东西它都会分类在这里。那我们继续来抓，看我们刚刚还有什么觉得有兴趣的。其实在游戏还没有正式开放模组的安装之前，我有使用过这个模组啦。我觉得这个模组真的很方便，很好用。它是让我们用喵币购买那些甜甜圈啊，你就可以不用再花费点数，就可以去购买使用它。对于我有时候会拍一些小剧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用。所以这个模组我觉得还不错。那我们这次也把它安装下来吧。然后再来是第3个选项，是衣服的配件类的部分。我觉得这件还不错，我们安装这个好了。等一下就可以到那个画面里面，我们的游戏画面里面看它到底怎么样。我把它一整套都安装下来，鞋子也要装一下。抓完我们想要的东西，可以到这个我们已安装的 MOS 里面去做确认，看我们安装了哪些。那我们现在就是安装了这些东西嘛，它这里其实都写的还蛮清楚的。它这个界面其实是还蛮容易操作的。这个如果我们想要全部关闭，直接按这个，它全部都会跳过来，这里就是关闭。那全部开启可以按这个，或者是我们个别一个一个的去设定。再来是这边这个键是全部清除。假如我们想要全部删，我们按这一个键就可以将我们全部安装的模组都删除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的删除键，所以这里的操作页面是还蛮容易浅显易懂的啦，操作上都是非常的简单，没有很复杂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回到游戏里面去看看吧。好啦，我们现在下来人物的创建画面了，来看一下刚刚我们安装的衣服有没有在我们的清单里面了。刚刚我们安装了一件，它应该是全身的套装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甚至还会有标示，它这边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图标出现。那多这个图标就可以很清楚的分辨我们这个东西是游戏原本的还是我们刚刚安装的了。我们来试穿一下刚刚这件衣服，这件衣服的质感还不错，虽然说跟想象中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以为它是布面的吗还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它还能够使用什么功能。我们一样颜色也是可以做这样替换的，不错它是可以换颜色的可以直接使用那个滑块去选择它的颜色，材质也可以带入我们自己的材质。如果我们自己有自己想要的图案，我们也可以直接帮它替换成自己想要的图案。这边光泽感啊什么都可以再做调整。那它肤色是什么？它应该没有肤色吧？强调色呢？应该也是没有。对啊，它这一件主要就是一个颜色而已，就这个颜色。我们把它换这个粉红色的。刚刚我们也有下载一双鞋子，在这里一样也是有一个 icon 可以让我们轻松的分辨。我们让它穿上这双鞋子，我觉得不错做的比我想象中好。可是它怎么有一点脏脏的感觉？那是它的材质吗？它的材质怎么好像是有一点你已经穿过，有一点旧使用过的质感，不是那种全新的鞋子。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故意的还是怎么样，但它应该也是可以这样自由变换颜色的吧。对耶，哇，这颜色鹅黄色，我来看一下会好看吗？这样搭起来其实颜色看起来是不错，很青春。这鞋子其实我还蛮喜欢的，它的造型蛮好看的，然后衣服也是不错，蓬蓬的，看起来其实还蛮适合提拉的。那我们把它就换这一套衣服，回到我们的游戏画面里面来看看。实质在游戏里面看起来不错，鞋子好像不要动，看一下鞋子。它鞋子的缺点就是它会看到有一点点很像是旧的使用过的摩擦的痕迹。我觉得这个对我而言算缺点吗？因为我期望它是一双看起来比较崭新的鞋子啦，可是它这一双好像是做有点二手旧的感觉。
就比较可惜。但如果是作者本身的本意的话，那其实是表示做的还不错。这套在游戏里面直接看起来的质感也是还不错的，而且也没有什么破图的地方。看一下，我们刚刚还有下载一些新的家具，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下载的家具在哪。在这里一样是有一个 icon， 很清楚的可以让我们看到它这个东西是我们刚刚抓的 CC。那我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看一下，它实际上看起来质感如何？这个好好看哦，这个有一个拱门，这个拱门也蛮美的。它就是一些花园的物件，然后还有一个它可以放地上，也可以放桌子上。看一下我们的桌子，放在里面的桌子，然后它也可以放桌子上。其实它这个质感做的蛮好的哎，很好看哎。它这个花应该是牡丹花吧，对不对？好鲜艳的牡丹花，还有这个它的旁边的这个木头，它应该不是做木头的吧？它看起来有点像金属哎，因为它有反光的质感，所以它是金属嘛，古铜色的金属，跟它这个大盆栽有没有是一样的质感？这个看起来是玫瑰花，可是这边看起来是牡丹花，这应该都有两种花，有玫瑰花跟牡丹花。那这是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一套花园的家具物件。那这套看完，那还有我们刚刚也有下载了一个游戏玩法的模组嘛，那种功能模组。那它是可以让我们的喵商店是使用0点数，就完全不需要点数就可以购买这些甜甜圈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甜甜圈都是0哦。我来看一下，刚刚我有看到我们现在雅媛非常的想睡觉，那我们就使用一下这个甜甜圈，让我们的能量可以马上的恢复。这里睡满甜甜圈，我们让它直接吃这个甜甜圈，你看我们的能量马上恢复了，又不会扣除我们的喵商店的点数，算是一个非常方便好用的模组。最后来说说这样的安装方式，如我自己的观点，Enjoy官方使用这样的模组安装系统，除了方便玩家安装，也方便他们管理模组。因为 CF 网站的审核很严谨，并且所有与18线有关的内容都是被禁止的。也由于模组只能从游戏中安装，而现在有模组合作的网站也只有 CF， 所以对于想玩色色模组的玩家可能要失望了，至少短期内应该不太容易。官方其实也有提供可以手动安装的方式，但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可能会有一点复杂，因为必须要去修改模组档案里面的一些数值。虽然现在这个自动安装模组的模式只能在 CF 网站上下载，但我觉得在安全性至少是可靠的。游戏的模组安装方式对玩家来说也蛮容易操作与管理的，所以为了避免太过混乱，我现在就不特别分享手动安装的方式。等模组系统更成熟之后，如果还有需要，我会再另外做一支手动安装方式的影片。不知道大家觉得官方这样的模组安装方式如何呢？还是在安装或使用模组时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内容。感谢看到影片最后的你们，也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订阅者们。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